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雪人兄弟的速通。速通的玩家是来自于游剧平台的雪山神的数字哥。速通的时长是14分06秒。大家都知道这款游戏有50关，其中里面呢有5个 BOSS 关。就算你每个 BOSS 关打1分钟的话，剩下的9分钟呢你要打45关。所以说这个速通呢手速啊，还有熟练度啊，都是让人非常心疼的。那这款游戏还有一个副标题啊，叫尼可和汤姆，这是1匹和2匹人物的名字了。速通为什么选择了单人呢？很多小伙伴当年玩过这款游戏，应该知道这款游戏呢实际上是一个有劲的游戏。就2个人玩的话，往往都是互相在坑，用雪球砸对方啊，抢东西吃。所以说单人玩呢更有利于你进行一些走位啦、推雪球啦等等。当然了，其实速通的玩法呢，我感觉是互联网时代兴起之后的产物，因为大家当年在街机厅呢，都希望能够玩得久一点。那当年玩这款游戏呢，大家一般都是玩摊分、打瘦子的模式。如果你想打瘦子的话，其实2个人玩比较好啊，2个人玩配合默契一点，这样你多一个控制的点啊，更容易打出全瘦子。转眼啊，第7关了。游戏呢有四种药瓶啊，4种瓶子，药水瓶。你像红色的呢是加速，然后黄色的呢是增加你的射程，蓝色的是增加雪球的威力啊，还有一种绿色的，吃了之后呢是变成大头雪人。当然了，速通玩法的话应该是不会吃那种绿色的药水瓶的，因为它的时长呢比较长啊，耽误时间。讲命了。是不是开始要打第1大关的 BOSS 了啊？每10关一个 BOSS。这个 BOSS 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怪物啊！你说刺猬不是刺猬，说恐龙不是恐龙。有的小伙伴管它叫蹲坑怪，这个姿势倒是挺像。好，这3发下去差不多了，好，挂掉。下一个单元啊，下一个10关。这就相当于每一个大关是10个小关组成。那速通的话就是要注意，你需要在你无敌时间尽量的往上跳，因为上面推下来的雪球呢才能最快速的消灭下方的敌人，但是也不是绝对的，因为有的地形呢一些怪物你需要单独的消灭，它相当于把自己关在一个小房间里，和别的空间呢没有联系。这不到3分钟啊，已经14关了，中间还打了个 BOSS。当然呢，越到后面啊，一些关卡呢打起来是没有效率，因为有些怪你需要单独的进行处理。这款游戏也有 FC 版啊，你看那个绿色的瓶它没有吃，而且呢，这关它左下方的敌人呢，他利用到了把自己裹在雪球里，这样会获得一个无敌时长啊！通过这个时长呢，跳到敌人附近，然后用雪球消灭它。FC 版的话，可能有很多小伙伴也玩过啊，就是画面不同。其实剧情方面设定呢，也稍微有一点不同。剧情设定比这个街机版也稍微丰富一点啊。街机版的剧情呢很简单啊，就是有一个大魔王啊抓走了雪山国度的2个公主，然后呢主人公要把他们救出来。为什么选择单人呢？这个后面还会给大家更多的解释啊。游戏是90年出品的，当时呢这种休闲的街机游戏还是有一定市场的，比如说泡泡龙系列等等。好，这是第2大关的 BOSS 啊，是一个青蛙。这关我感觉比上一关要简单啊，再来一波差不多了。这款游戏啊，其实速通还有一个思路，但这个思路呢有争议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，就是超频啊，就是在电脑上在模拟器端超频的玩。这个呢争议点在哪儿呢？因为它毕竟是改变了原来的这种偷关的环境。
但是呢，你又不能说它完全的没有道理，因为它毕竟是还原了这个游戏制作者本来的意思。超频呢，就是为了解决游戏的拖慢的现象。这关这效率稍微有一点耽误了啊，因为有的时候呢，这个街机的基板啊机能不足，导致呢同屏人数过多的时候，画面有拖慢。这样为了解决这种拖慢呢，你在你的电脑里虚拟这个街机主机的时候，基板的时候，你把它增加算力，这样能解决它拖慢的现象，从而提高游戏的速度。说是作弊呢，反正有争议吧，这个大家自己想。搞出来个兽。这款游戏呢，1990年出品。那制作这款游戏的制作组啊，很出名，就是东亚企划旗下的 TOA Play。那这个制作组呢，主要是制作飞行射击游戏的。你像大家小时候玩的究极虎啊、角角角都是他们公司的。94年这个公司呢推出了雪人兄弟2代之后就破产了。一方面呢是因为飞行射击游戏的时代过去了，第二方面呢，大家如果玩过雪人兄弟2代的话，尤其是那个雪人画面，那个画风太惊奇了，希望大家去了解一下。后来呢，这个雪人兄弟之父高野健一呢自己成立了公司，然后推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系列，这个系列呢就是怒首领风。所以说游戏背后的一些历史往往也很精彩，很有意思。那如果是你像我现在解说这些大神的游戏录像呢，就有精力在游戏当中呢，在整个过程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东西，比如说超频啦，比如说游戏背后的一些背景啦。但是如果是我自己玩的话，我肯定是没有精力干这个，我的精力绝大部分都要放在游戏上，30%的精力放在解说上，都是这种。因为我是日更的嘛，所以说不可能说先把这个录制完然后再进行解说，那样没有效率。第3关的 BOSS 这是2只鸟这个鸟的品种我也没搞懂。来了，挂了小的时候叫火鸡，但火鸡完全不是这个品种好。31关了，真的快。漏网之鱼，你像这种最讨厌，就是推下去之后只剩下一个。把右边的消灭了，左边的推下去差一点。那游戏进入到后半段这些地形往往有很多的限制，是比较耽误这个通关的效率的。刚才往右边推好了，但是跳不过去了，这个跳跃高度不够。打全兽子的话，通关时长大概要比这种速通的长1倍快一点的话也得25分钟以上，因为它需要对敌人的位置进行控制。他等着这个绿色的药水消失之后才去吃，怕碰到，万一碰到呢，就耽误很长的时间。太贪了，简直太贪了，有没有？像现在里边的那3个怪就优先消灭其他地方的。因为那相当于一个独立的空间嘛，你从上面推下雪球消灭不了。像这里独立空间就比较多，比较难搞。饭团也吃。39关，这眼看着要通关了吗？这不。
哎，这BOSS 战，哇，这两个货真丑啊！二代的话，第一关有一点像。二代的话，第一关的 BOSS 啊，有一点像他们俩啊，鼻子也是很大，而且那个鼻子呢，能当做导弹发射出来。哇，真的抗打呀！这只右边的那只已经挂半天了。好，最后一个单元。这个单元特点啊，就是上下循环，卷轴是循环的。那其实之前有个争议啊，说这款游戏呢是模仿了跑跑龙啊，确实不少借鉴，甚至包括剧情上都有借鉴。这几个蝙蝠比较难搞啊，这打出了瘦子。推了，不吃啊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强迫症谁受得了啊？这打出瘦子不吃，真的受不了啊！之前虽然我没有强迫症吧，而且我也总迫害强迫症的观众小伙伴，但是这种行为我都忍不了，这太过分了，打出瘦子不吃。我天，这两个球啊，耽误时间啊！这里封闭空间就很多，这关肯定非常讨厌。那做法呢，你可以选择先打外边的，等他们自己跳出来。60万分，这个分数实在是惨不忍睹啊！因为是速通嘛。啊，这里已经可以看见一个公主了。公主这头发怎么是原亮色的？48。49啊，打完这里就是最终 BOSS 战了。最终 BOSS 战呢，时长会稍微长一点，打法比较特别。好，这两个石头人呢吐泡泡，到上面扎碎了之后，你把里边的东西呢冻住，再推出去砸他们。这个红色的球呢是火球，一会儿掉下来呢，地面会给你造成障碍。啊，打到这儿呢，可能很多小伙伴知道了为什么要一个人玩，因为两个公主啊，你如果两个人玩呢，是不是？一个人玩就都得着了，对吧？所以说这可能也是单人通关的那个福利之一。FC 版的剧情呢，应该是这两个雪人啊，原本是人类，结果被大魔王呢变成了雪人。街机版没有这个剧情，非常的奇怪啊！因为一般的街机版的这个 room 啊，可以做的比 FC 版大很多，所以一般都是街机版的内容更丰富一点。但这个游戏竟然反其道行之，这里还给了个红瓶，他钻进去吃了。我感觉这两个石像都差不多了。好，清完这样通关，真的是快啊！行了，那这两个公主呢救出来了。这个通关之后才是真正的
辛苦开始的时候啊。好吧，那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雪人兄弟速通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坑再见。